最近有部电影，它在2022年的3月18号在台湾上映，上映没多久就创下了单日超过新台币600万的票房成绩，并且荣登了2022年台湾电影首日的票房冠军。在台湾上映15日，它的票房累计正式突破了1亿新台币，而且网上一片好评，更被很多的影评人呢誉为台湾史上最恐怖的电影。这部电影就是《咒》，您看了吗？大家好，我是佳佳。在进入今天的故事之前我们要请大家动动小手，帮忙按下订阅、点赞跟分享。您的鼓励跟支持会让我更有创作的动力哦。这整部电影呢是用伪纪录片的形式所展现的。故事的内容是讲述着一位单亲妈妈受到邪神的诅咒跟纠缠整个经过非常的骇人可怕。全片式互动的桥段呢，更让人觉得身临其境。什么是互动式的桥段？像是很多的教学节目，例如我们知道的哆啦，就是采用这种互动式的桥段。而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案件。在2005年的4月，高雄鼓山区发生的吴姓6口集体中邪事件。而事情的经过呢，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家庭呢是一家6口的组合，而成员有爸爸妈妈、3个女儿跟1个儿子。他们居住的地方呢是一个3楼的透天厝，3楼的地方住的就是这个一家6口，2楼的地方呢住的是亲戚3叔一家3口，1楼的地方则是年迈的祖父母。而最早的原因呢，是因为家中的小女儿，她因为呢心神不宁，所以在2月的时候呢，经有人的介绍，去了南子的一家神坛收金，结果没有想到，哇，越收越精，甚至呢后来跟家人说他是3太子附身，并且跟爸爸妈妈说，人在北部的大姐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请求父母亲，就算是用贵的，也要把大姐呢从北部带回来。结果呢，这个爸爸妈妈一听呢，当然是吓坏了，赶紧呢北上将大女儿带回高雄。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大女儿回到家之后，哇，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对了，因为呢，她觉得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都感觉有人在梦中侵犯她。后来在3月2号，这个大女儿就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神秘的电话呢是谁打的，没有人知道。可是呢，从这一天开始，她就开始自称是观世音菩萨，并且呢会用拍打的方式帮自己呢消灾解厄，而且呢是打到红肿了还不罢手的那一种。结果全家人当然是吓坏了，赶紧带着他又回到了这间宫庙去收金。结果没有想到呢，从此以后全家人都变成了神明。因为爸爸开始自称他是玉皇大帝上身，妈妈则是变了王母娘娘，大姐变成了观世音菩萨，而2女儿是七仙女，小女儿则是哪吒3太子，而唯一的儿子呢变成了济公师傅。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全家也陷入了疯狂的中邪现象。原本虔诚的一家竟然把家中1楼的神像拿去焚烧，因为他们说家中的神像呢被恶灵入侵，所以留不得。接着呢，全员6人就开始拿着线香互相的灼烧啦，或者是用拐杖或神主牌呢互相殴打对方，并且不吃任何的食物，只喝符水，还会呢互相喂食排泄物。他们说用这种方式呢能达到驱魔的作用。当时住在2楼的3叔一家因为感到非常的恐慌，所以呢也暂时搬离了这个住家。那附近的邻居呢也因为这一家6口长期的大吼大叫，深感困扰。可是呢很不幸的是，在这个期间都没有人去报案。
那事情的曝光呢，是因为这个大女儿在这个驱魔的期间因为被殴打后遍体鳞伤，再加上呢长期的不进食，她只喝符水跟排泄物，所以最终在4月9号被活活的饿死了。而家中的5个人呢，当时还守着这个发黑腐烂的遗体。特别的是，这一户人家的二女儿，她的职业是一个护理师。照理来说，她其实是具备着一定的医学常识。可是当时全家人竟然坚信着大女儿只是因为恶灵被逐出体内，所以体力耗尽了，下不了床。等到体力恢复了，他人就健康了，自然就能起床。一直到第2天，母亲忽然说她被大女儿的冤魂附身。这个时候，全家人才相信大女儿已经死亡了。后来经过邻居的报案整件事情呢才开始披露。当时警察要去找这户人家的时候，却找不到这户人家。后来才查到说，他们是因为担心再被邪灵附身所以呢5个人都吓得不敢回家，因此呢全部躲到了台南的一处神坛栖身。当时我看到了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在我印象里面新闻很少播报这种富有灵异色彩的社会案件。而这件事情的结尾吴家其余5个人虽然都说呢当时意识不清神志迷迷糊糊的，但是最后都遭到地检署以遗弃致死罪起诉，而精神科医师则鉴定他们是集体性的妄想症。如果你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我会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相信轮回、因果报应，还有未知的力量跟神秘事件。加上呢，我身边有非常多的特异人士像是我的麻吉馒头，他就是一个敏感体质的人。例如呢，去庙里或者是去游玩的时候，他如果开始打嗝你就可以猜得出呢，这里是不是有坟墓？不然呢，就是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场非常的特别。而吴家集体中邪的事件，我觉得或许真的有什么邪恶的力量在牵引，所以呢，最终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乩童是灵媒的一种，由神鬼附身到人的身上来预言祸福。在台湾呢，乩童又称乩士或跳童，台语叫做当乩。那么在台湾呢，最常见的神明起乩有这个王爷神济公、哪吒、三太子，还有天上圣母等等。但是呢，在香港香港就比较不一样，香港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齐天大圣，还有关公。当然有的时候呢，附在这个灵媒身上的呢，也有可能是家属的灵魂，或者是一些孤魂野鬼。一般呢，我们讲的这个乩童大致可分为文乩跟武乩。神明附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叫做起乩，台语叫做起档。文乩起教大致上都是用这种吟唱或者是口述的方式帮信众这个解惑。那么武乩它主要就是帮信众驱魔镇邪。像是在绕境或者是踩街的时候，如果您看到有一些这个乩童，他手上会拿一些法器五宝，例如七星剑、鲨鱼剑、乐斧或者是铜棍、刺球等等。那么他们常常会用这些法器敲打自己的身体，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呢血流如注，然后展示神威。在这个事件当中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神明附身嘛，因为他们说呢，全家都被神明附身了。但是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神明附身的真实访谈。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阿祖还在世的时候，他在台北呢有一间公庙。由于我阿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所以呢，只要他来南部玩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呢他多住几天。但是呢，他都会说神明会在梦中叫他早点回去。
可是呢，在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是我阿祖要回去北部的借口，所以都会如他说呢，哎呀，阿祖再多住几天这样子。后来有一次阿祖呢就说到宫庙的这个神明很灵验啊，然后还说到呢我妈妈被神明降价的经验。当我长大了一点之后呢，就曾经听到我妈妈跟人家呢在聊到她小时候的经历，那因为印象非常的深刻啦，所以呢特别找了我妈妈来访谈。那由于我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哦，所以全程呢我都会用这个转述的方式来表达。我妈妈呢她是国小没毕业，但是她在8、9岁的时候曾经在我阿祖的宫庙呢担任乩童，让人问事，帮人解惑。我当时就询问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让神明附身的能力？他说呢，其实他也不清楚，只记得呢，小时候我妈妈一出生哦，因为她不足月，是一个早产儿，非常非常的瘦小。他说呢，当她出生的时候，全身哦就差不多是一个米酒瓶的大小，加上全身哦就整个就看起来就是黑乎乎的哦，跟一般婴儿是这种皮肤色的不太一样，它就是整个都是黑乎乎的。那身体的重量只有200-300公克。当时呢，医生就跟我外公说，这个小孩子呢不用养，应该养不活，只能做成标本。结果呢，我外公就说呢，没关系，带回来蒙起。回到家之后，因为呢我妈妈不会吸吮啊，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喝牛奶。那当时呢，我阿祖呢就用这个酱油碟子哦装牛奶，并且呢将我妈妈的嘴巴打开，然后用这个棉花沾牛奶滴在嘴巴里面。结果没有想到，我妈妈呢竟然会发出这种代表这个有吃下去的意思啊。那由于当时的医疗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没有这种保温箱呢可以让这种不足月的小孩子住，所以我妈妈呢就这样睡在大人的肚子上。结果原本要做标本的婴儿竟然奇迹般的长大。那因为是不足月的早产儿，身体毛病很多，所以我妈妈从小就长得非常的瘦小。也因为如此哦，我阿祖就会常常叫我妈妈呢跟家里的这个神明拜拜。因为我阿祖家里就是宫庙，就是开宫庙的。据我妈妈说呢，有非常多尊的神明，例如观世音菩萨、三太子、王爷等等。而我妈妈从小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算是在学校，她常常也会不由自主的双手合十，然后自己默念祷告保佑。至于何时哦，我妈妈有这个乩身体质哦，她说大概是在国小2年级的时候。她记得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因为在等公车，所以呢就坐在路边的这个石头边等边玩。结果坐没一会哦，她就觉得她的脚开始浮浮的。她说这种浮浮的感觉就是膝盖一直想要颤抖的感觉。当时我问她说，你会打嗝吗？因为有的人呢会有这种打嗝反应。她说不会想打嗝，但是就一直觉得膝盖想要颤抖这样。后来她上了公车，坐到了站之后，忽然之间哦，就有一个不认识的老伯伯就牵着我妈妈的手就下车了。然后呢，这个老伯伯呢就不见了。结果我妈妈就一个人哦，就慢慢的自己走回家。那么走回家之后啊，因为家里都没有人，所以我妈妈她就自己走到了这个神明厅，自己跪了下来。结果她就说呢，这个时候她的意识就开始有点像是在做梦一样，头开始昏昏沉沉的，看任何东西哦，都像是在看水中倒影一样，不是很清楚，并且呢会开始自言自语，但是说了什么我妈妈其实都不太清楚。结果来拜拜的人就觉得，怎么这个小孩会在旁边一直自言自语的说话。后来我阿祖看到之后就吓到，赶紧叫人来看怎么一回事。当时哦，大家就说应该是神明上身，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才国小2年级，可是大家问她任何事情，她竟然都能对答如流，不像一个8岁小孩该有的反应。那当时哦，我就有问他说呢，神明降价的这个次数跟时间啊，我问说1个礼拜会有几次神明降价的次数？
他说呢，实在是记不得了，当时年纪非常的小，但是呢，只要他感到人不是很舒服或者是不自在的时候，脚开始有这种浮浮的有颤抖的这种倾向，他就会开始自动的走回家中的神明厅，然后呢就会开始自言自语的说话。这种情形呢，大多发生在下午后，也就是过了中午12点之后。神明上升的时间哦，听在场的这个信徒说，大约持续的几个小时都有。接着呢，我就问我妈妈，为什么后来没有这种起驾的能力？我妈妈说呢，当时哦，只要神明一上身办事，任何来问事的人哦，我妈妈都有办法解决他们心中的疑惑跟困难，所以当时非常多人都觉得这个超灵验这样。但是我妈妈说，当时她说了什么，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也因为如此啊，每次神明降驾的时候，整条街都是满满来问事的人，甚至呢，有的人还会爬到对面的屋顶上看我妈妈起乩解惑。然后在当时哦，有一位大约20几岁的年轻女信徒，因为每天都会去我阿祖的公庙拜拜，然后她也非常的虔诚。后来当我妈妈呢起驾的时候，她就自愿为神明服务，就是一般所说的得逃。结果呢，因为我妈妈她是小孩子乩童嘛，却能帮很多的信徒就是解惑，因此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灵验，然后打了非常非常多的金牌来给我阿周家的这个神明这样子。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女信徒竟然满脸污垢，然后全身脏乱的跑来我阿周的公庙，然后身旁还跟着一堆她的家人。接着呢，这个女生就跪在神明面前祈求忏悔，她说她不该背主啦，请求佛祖的原谅。然后我就问我妈妈说，什么是背咒啊？因为她就说背主嘛，背咒。我妈妈的解释是说，之前这个女生在这边为神明服务，不应该呢还跑去别的地方另起炉灶。后来才知道，这个女生哦，因为看我阿祖的公庙非常的灵验，有很多的信徒呢打了非常多的金牌来供奉，所以她就觉得这样子好像很好赚，因此呢，她也想在家中呢开公庙办事。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被邪灵上身，一下子呢半夜要求家人添饭给他吃，但是吃没2口，又把整个饭菜翻扫在地上，然后一下子呢又跟家人说他要喝水，结果也是喝没2口，整个就是打翻，时不时呢还会乱吼乱叫、乱吵乱闹，反正就是整个精神状况都不对劲。接下来他就被家人呢带来我阿祖的公庙，祈求神明的帮忙。然后没多久，我妈妈就被神明上身啊。那听后来的大人转述是说呢，神明借着我妈妈的口开口说话。他说呢，他很惭愧，很没有面子啊，竟然世人不清，少了一个这样子背信忘祖的人来帮他服务，让他觉得呢，身为一个神明真的很没有面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妈妈退嫁之后，就再也没有神明呢起驾的情况发生了。我妈妈也补充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啊，她说小时候被神明选为乩身啊，因为太灵验了，所以呢常常会有很多人要去公庙请教她问事这样子。可是呢，她说当时年纪真的比较小，爱玩，根本不愿意去帮神明服务，所以呢，我阿祖就叫他去跟神明拜拜。他说如果不乖不拜拜神明就会拿绳子把他的手绑起来。我妈妈只好呢，心不甘情不愿去跪着拜拜。结果呢，一拜完之后，神明就开始上身办事。然后呢，退嫁之后，就是退嫁之后啊，大家竟然发现呢，我妈妈的手上明明没有绑东西，可是竟然有非常明显被绳子捆绑的痕迹。我觉得呢，世界上无奇不有，不管是什么宗教，只要是劝人向善，不做伤天害理或是不合乎情理的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希望这集的故事您会喜欢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